日本快要被踢出發達國家隊伍了。這話不是我說的，有一本書《日本跌出發達國家之日》，作者是日本經濟學家野口優紀雄。他認為目前的政策可能讓日本在發達國家當中真正的掉隊。一篇國際評論也提到，日本已經從昔日發達國家的頂尖位置跌落至發達國家的守門人地位。這聽上去好像是標題黨，可惜不是，數據是冰冷的。這張圖是美國最富有的州和最貧窮的州跟機器之間的人均 GDP 對比圖。你瞧，美國最窮的州密西西比州，人均 GDP 是 5.1 萬美元，而作為 G7 核心成員的日本，人均 GDP 是 3.3 萬美元，排在最後一名。這個是一個什麼概念呢？這就意味着在美元計價的世界裡，日本甚至是已經快要跌出美國貧困線了。日本國民在世界排名面前實實在在的變窮了。在這個榜單上，曾經那個號稱可以買下美國的日本，早就被日本甩得連尾燈都看不見了。如果說輸給大哥美國是雖敗猶榮，但是輸給韓國真的是讓日本人覺得是奇恥大辱。根據 OECD 經合組織的統計，早就在2018年，在這個衡量老百姓真實生活水平的 PPP 購買力評價指數上，韓國就已經完成了對日本的歷史性超越。什麼意思呢？這就意味着首爾的普通白領現在的購買力實際上是比東京的白領高出了近 20%。為什麼會這樣呢？許多人感覺到不可思議，尤其是去日本旅遊以及定居的人反饋到，日本很好啊，很文明啊。按照教科書的標準，日本仍然是在發達國家的行列。無論是人均 GDP 還是人類發展指數 HDI， 產業結構這些都是滿足的，尤其是它的基礎設施和制度成熟度、完備的法律體系、極低的國內政治風險，以及是像毛細血管一樣的發達公共交通和醫療系統，它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好學生。然而，教科書的最大問題是在於，它只是記錄了過去的輝煌，卻無法捕捉現在正在發生和未來即將發生的潰敗。日本正在成為廉價的代名詞，全球遊客手裡是揮舞着美元、歐元和人民幣，把日本當成了一個巨大的奧特萊斯。在經濟學家眼裡，便宜從來並不是發達國家的勳章，而是貧窮的遮羞布。你可能會問，不就是東西賣的便宜一點嗎？怎麼就扯到了跌出發達國家這麼嚴重的帽子了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從商業模式的本質上來科普一下，到底什麼是發達國家，什麼是發展中國家。簡單來說，區別是在於你靠什麼賺錢，是靠不可替代的技術，還是靠廉價的勞動力呢？所謂的發達國家玩的就是定義權，他們站在產業鏈的頂端，做的是從0到1的創新，因為技術是獨家的，品牌是強勢的，所以他們擁有定價權。也就是說，微笑曲線的兩端嘛，比如美國的英偉達、蘋果或者曾經的日本索尼，他們賣的是稀缺性，哪怕是價格定得再高，你也得買呀。這也就意味着他們的國民只需要工作更短的時間就能換取更高的報酬，而發展中國家玩的就是性價比，他們通常是處於產業鏈的中下游，做的是從1到100的加工。他們因為是技術壁壘不高，大家都會做，所以只需要通過壓低成本來競爭。那怎麼壓低成本呢？要麼靠破壞環境，要麼靠壓榨勞動力的工資，要麼就像現在的日本，靠貨幣的貶值。有小夥伴說了，這個破壞環境和壓榨勞動力我是懂的，但是貨幣貶值該怎麼理解呢？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員工，你的公司現在因為產品技術老舊賣不動了，這個時候老闆就有2個選擇。A，砸錢搞研發，做出一款別人做不出來的牛逼的產品，然後是漲價賣給客戶。B， 研發太累了，太難了，咱們就直接全員降薪 30% 吧，這樣的產品成本不就低了嗎？雖然東西還是那個爛東西，但是因為賣的便宜了，客戶湊合着也就買了。日本現在的弱勢日元政策本質上選的就是 B。 有小夥伴可能表示不理解了，貨幣貶值我是懂的，但是這跟降薪有什麼關係呢？工資條上的日元也沒有少發呀。這正是弱勢貨幣最具有欺騙性，也是最殘忍的地方。它是一場隱形的集體降薪。我們換一個通俗的算法，馬上就懂了。假設王富貴是在一家外資企業上班的日本工程師，月薪是30萬日元，
匯率沒跌的時候，月薪是等於3000美元。那麼匯率暴跌之後，月薪就變成了2000美元。王富貴幹的活一點都沒有少，對國際資本而言，僱傭他的成本是直接打了6-7折。這就是靠賤賣國民的勞動力來換取國際競爭力的模式。這不就是日本政府替勞動者向全世界宣布，快來買我吧，我的勞動力現在便宜了30%。王富貴說，我又不出國，又不花美元，我在日本花的是國內的日元，有什麼影響呢？大錯特錯。日本是一個資源極其匱乏的國家，石油、天然氣、糧食通通依賴進口的。日元一貶值，意味着國家進口能源和糧食的價格就上漲了呀。最終這些成本都會通過電費、油價、麵包和牛奶的價格轉嫁給每一個普通人的頭上。所謂的日元貶值，本質上就是國家在國際市場上把日本國民的勞動力進行了打折促銷。這對一家美國公司而言，覺得現在的日本是真香啊！雇一個優秀的日本工程師，竟然比雇一個美國實習生還便宜。但如果是日本人，這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悲劇了。明明像以前一樣努力工作，但是在世界看來，他的勞動力卻變得越來越不值錢了。這就是野口優紀雄說的，依靠貨幣貶值來維持經濟是一種毒癮。真正的發達國家通常是希望自己的貨幣強勢，這樣的國民能夠用更少的錢去買遍世界優質的產品和資源。但這還不是最絕望的。提到日本，我們腦海裡浮現的是什麼呢？索尼、松下、豐田、任天堂，這些名字響亮嗎？響亮。但是請注意了，這些全部都是上個世紀甚至是上上個世紀誕生的老人家。我們不妨做一個簡單的測試。此時此刻打開你的手機，你能找到任何一個日本人發明的改變了你生活方式的全球级應用嗎？美國給了世界谷歌、Facebook、亞馬遜、Apple， 還有現在的 OpenAI、Gemini 和特斯拉等等。中國給了世界 TikTok、Team、微信、大疆無人機，如今還有 DeepSeek 以及更多 AI 領域新的產品會冒出來的。而日本呢，是一片死寂的空白。在過去最為關鍵的移動互聯網20年，日本交出的答卷幾乎是為0。在全球獨角獸企業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初創企業的排名榜單上面，美國有600多家，中國有300多家。而作為世界第4大經濟體的日本，能夠叫得上名字的獨角獸，一隻手都是數得過來的。這是為什麼呢？難道日本人並不聰明了嗎？當然不是的。日本的諾貝爾獎拿到手軟，基礎科研依然是非常強悍的。真正的問題是在於日本患上了嚴重的大企業依賴症。在日本的社會文化裡，一個名牌大學畢業生的人生巔峰，不是在車庫裡創業搞出一個喬布斯式的奇蹟，而是按部就班地進入豐田、三菱這樣的大財閥，穿上筆挺的西裝，在這個巨大的齒輪裡安穩地轉動40年，直到退休。風險在日本社會是被視為猛獸的，而在硅谷、在杭州，風險被視為機會。野口教授悲觀的預言，當全球的資本和人才都在瘋狂地湧向 AI、新能源、區塊鏈這些新大陸時，日本卻還是守着上個世紀的家電王國和燃油車霸主的舊地圖，修修補補。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其實就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誰擁有更多頂級的企業，誰就能獲得強大的支撐力量。同時，這也能幫助其化解債務、貨幣超發等等問題。這正是石漢彬老師新書裡的一句話，概括得非常好，我是常常拿來用。有個做外貿的朋友，有一次他就跟我吐槽，日本客戶居然問他要傳真號碼。朋友當時就懵了，這都什麼年代了，怎麼還要傳真號？難道我還要去博物館借一台機器來接收文件嗎？但是在日本客戶的眼裡，這個事兒是極其嚴肅的。為什麼日本戒不掉傳真呢？野口優紀雄在書中把這種現象稱為組織性的硬化。這種對物理接觸的迷戀已經是發展到了一種幾乎變態的程度。最經典的例子就是鞠躬印章。在日本的職場，下屬給上級蓋章的時候，印章是不能正着蓋的，必須是左傾斜一點。為什麼呢？因為這個看起來是在向旁邊上司的印章鞠躬行禮。這哪裡是商業流程，分明是封建禮教的活化石。這種儀式感雖然在文化上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在經濟上卻是致命的。
野口教授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當全世界都在拼命的通過數字高速加速時，日本卻在一絲不苟地修繕那條早已過時的碎石路。這已經不是技術的差距了，這個就是緯度的差距。就像你開着一輛中國電動汽車在高速公路上狂奔，而旁邊一位老紳士正騎着一匹血統純正的馬，優雅地向你脫帽致意。他很體面，但是他注定會被甩在身後。就拿支付方式來說，在日本旅遊，現金用的是很多的。我覺得很落後啊，但是有人就要反駁我了。二維碼是日本發明的，為什麼他不用呢？因為巴拉巴拉，然後就說一堆陰謀論。正確的答案其實是加拉帕戈斯綜合症，因為舊的東西實在是太好用了。你在日本用現金的時候有過不愉快的體驗嗎？幾乎是沒有的。日本的鈔票很乾淨， ATM 機幾乎是遍布了每一個便利店，幾乎是沒有假幣的。當一個國家的現金體驗已經做到極致完美的時候，它就失去了進化的動力。這就好比是諾基亞當年的鍵盤手機實在是太好用了，好用到他覺得觸摸屏簡直就是多此一舉。說到這裡，我們就要收起看客的心態了。這篇文章並不是為了嘲笑日本，作為世界第4大經濟體，日本即使是跌倒了，依然是有着非常豐厚的家底，它的海外資產是非常龐大的，它的基礎學科依然是扎實的，但恰恰因為它曾經如此強大，它的衰退才更加是具有某種令人不寒而栗的參考意義。在財經的歷史上，我們見證過拉美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也見過蘇聯式的休克療法，但是日本正在向世界展示着一種全新的衰退模式，溫水煮青蛙式的凋零。社會學家大前研一稱之為低慾望社會，年輕人不買房、不結婚、不生子，甚至是連升職加薪的慾望都是沒有的。既然努力工作也追不上父輩的財富積累，那既然改變不了已有的固化的階層，那就不如選擇躺平好了。有人可能要反駁了，日本雖然國內是不行啊，但是它有龐大的海外日本。日本是連續30多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啊，豐田軟銀在海外賺的錢簡直就是天文數字。沒有錯，這正是讓人細思極恐的地方。所謂海外日本確實是富可敵國的，請問這跟住在高知縣每天擠電車領着30年前工資的富貴先生有1毛錢關係嗎？海外日本是日本財閥和國際資本的狂歡，而在日本的本土只是一座軀殼。豐田在美國賺的，軟銀在中國賺的，他們回流到日本去變成了工人的工資了嗎？還是直接在海外進行再投資，或者是變成了華爾街賬面上的數字遊戲呢？為什麼當下的日本右翼勢力又開始抬頭呢？為什麼高市早苗能夠獲得支持率呢？因為當經濟的大餅無法做大的時候，政治家只能通過制造外部敵人來轉移內部矛盾了。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當年的日本為什麼發瘋一樣的要發動侵略戰爭呢？教科書會告訴我們，因為軍國主義，但是我們從金錢的角度來看，因為他們國內的經濟循環已經死掉了。1931年9月，世界金融的老大哥英國是實在扛不住大蕭條的壓力，宣布放棄了金本位，英鎊就是应聲暴跌了。我們之前講過，日本它也是金本位，那麼日元未來的趨勢將如何呢？假設當時的日元在金本位之下是100日元能夠換49美元，但是如果日本也是跟着放棄金本位，那日元肯定是要暴跌的嘛，估計是100日元只能換20美元。如果你是財閥，你會怎麼做呢？先跑為敬啊！在巨大的利潤面前，資本沒有選擇民族主義，只會做空日本。他們開始瘋狂的賣出日元，買入美元。1931年12月，日本政府是終於扛不住了，不得不宣布放棄金本位，日元瞬間崩盤了，跌破了40%以上。我們之前說過的，日本它是一個島國，大部分的資源需要靠進口的，包括糧食。當時日本農村是赤貧的，農民需要賣兒賣女才能夠換取口糧了，貧富差距是非常極致的，老百姓是根本沒有錢消費的。國內的市場是徹底飽和了，財閥生產出來的東西是賣不出去的，那怎麼辦呢？資本的邏輯只有一條，向外擴張。
最終日本走上了那條不歸路。如果說1931年的日元崩盤多少是因為外部環境，那麼近10年的廉價日本則完全是一場自演自導的悲劇。這就是大名鼎鼎的，至今仍被許多人奉為神話的安倍經濟學。安倍經濟學的核心邏輯其實是簡單粗暴的，政府帶頭做空自己的貨幣，主動讓日元暴跌。他們的算盤是這麼打的：日元跌了，然後日本製造在國外就便宜了，出口就爆了，企業利潤就上漲了，股價就飛了，最後理論上是對日本老百姓是有利的，可以漲工資。但是這套邏輯裡邊藏着一個致命的 bug。誰受益了？持有股票的富人，擁有海外資產的大財閥，以及是華爾街的外國資本家，誰買單了？手裡只有死工資的普通打工人，靠養老金過活的老人。因為日元的貶值，进口的能源、糧食價格暴漲，普通人手裡的存款雖然數字是沒有變的，但是實際購買力就被稀釋了30%到50%。結果是什麼呢？日本的基尼係數，我讓 AR 做了一個統計的表格，看市場真實差距，日本早已是貧富懸殊的重症患者了。這反映了安倍經濟學只是讓少數人暴富，卻讓大多數人，特別是老年人在市場上失去了賺錢能力，所陷入貧窮。而我們看到的所謂的溫和的差距，是日本政府靠瘋狂的透支自己的信用卡、巨額國債，通過養老金和醫療補貼硬生生拉回來的數據。現在的安倍經濟學是用國民的錢包去換取漂亮的 GDP 和股價。野口優紀雄之所以痛批這是讓日本跌出發達國家的毒藥，原因就是在於此。按道理，當務之急應該是改革僵化的體制，擁抱數字化，給年輕人希望的。但是我們看到的卻是截然相反的景象，日本政壇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右轉。當一個執政黨無法再向國民承諾明年更有錢的時候，為了維持統治的合法性，他就剩下一張牌可以打了，制造外部敵人。經濟上的無能往往是政治冒險的溫床。一個自信發達的國家是靠技術去征服世界的，而一個衰退的發展中國家往往是傾向於靠展示肌肉來掩飾自己內部的虛弱。可是歷史是無數次的證明，你可以用刺刀暫時撐起一個搖搖欲墜的寶座，但是你永遠無法坐在刺刀之上去復興一個繁榮的經濟吧。寫這篇文章並不是為了通過貶低日本來獲得某種廉價的優越感，恰恰相反，我是懷着一種極度清醒甚至是戰戰兢兢的心態寫下這篇文字的。日本是我們最好的鏡子，它正在經歷的陣痛、老齡化、房地產、匯率這些問題，我們也並沒有天然的免疫力。嘲笑日本很容易，但是讀懂日本很難。總之，目前看來，日本正在走向發展中國家的道路。好了，我說完了，再見。